一场灾难性的火灾摧毁了一个温馨的家，同时熊熊烈火也吞噬了一段婚姻。妻子自责火灾由她疏忽引起，她忘了关闭炉火，酿成了灾祸。因此，她的丈夫选择了与她结束婚姻，留她独自抚养2个女儿，艰辛度日。过了1年，长女香子拜访了她的父亲。他富有而有权，然而多年来对他们毫无关心。离异之后，父亲娶了他母亲的好友。幸子面对这位继母，却未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。香子采用了一个化名，来到这儿应聘成为继母的家政员。自从继母嫁给他父亲后，便借助他的影响成了时尚模特。他喜欢在社交平台上晒自己的穿搭，而他衣橱里的许多服饰，实则来自幸子的母亲。幸子改名换姓，成为继母的家政员，是为了揭开当年火灾背后的真相。他不相信母亲会如此粗心，以至于家园被毁。他的父亲对他们母女3人不闻不问，却对继母及其2个儿子宠爱有加。幸子回忆起火灾之前的幸福时光，当时的家庭是如此的美满和谐，他和妹妹也都是乖巧听话的孩子。自从母亲结交了继母，一切便开始改变。幸子开始觉察到不妥，继母仿佛嫉妒他母亲的生活，模仿他母亲的打扮，有时从远处看甚至难以分辨2人。幸子对继母没有好感，然而那时继母已成为母亲的密友。火灾发生时，母亲跪地哀求父亲的宽恕，幸子却清晰见到继母在人群中笑容灿烂，仿佛得到了某种胜利。回忆往事，幸子感到一阵阵的窒息。在继母家打扫时，她发现了一只发夹，那是她母亲的物品。继母曾经偷偷拿走母亲的东西，后来更是公然夺走母亲的爱人。如今幸子已经成熟，她不会再让继母得意忘形。她的母亲因火灾遭受重创，导致失忆，不仅忘记了过去，甚至连幸子和妹妹也不记得了。因此香子只得与妹妹密谋复仇计划。她计划首先接近杜夫人，接着逐步赢得她的信任。楼上是杜夫人与她2个孩子的私人空间，她的禁令让幸子对那儿更加好奇。在杜家工作数日后，香子意外发现了母亲昔日的鞋履，她将那双鞋呈现给母亲。尽管母亲认出那是自己的物品，仍旧回想不起幸子是她的女儿。香子决心加快行动。某日趁杜夫人外出，她悄然上楼。她踏入了楼上的一间卧室，发现里面摆满了医学书籍，而房间的主人却是个冷漠的宅男。香子被他赶出房间，但她并不感到愤怒或恐惧，因为她认出了这个男人，竟是她儿时的同窗真二。显然杜夫人是借助真二接近她母亲的。幸子打算从真二下手，展示自己的特长。由于真二不喜欢外出，他决定亲自送餐上门。既然真二称杜夫人为坏人，这表明他也对他没有好感。香子不屑地为真三送去美食，真二沉默不语，他便在门外与他自顾自地闲聊，提及他感兴趣的话题，电子游戏、足球。意外的是，真二对这些完全无动于衷。幸好望着屋顶的蓝天，幸子灵光一现，真二的哥哥西一擅长星系知识，或许真二也略有所闻。香子愣住了，他记得以前有人跟他提过这些，但并非真二，而是西。过去他与西一关系良好，他不仅向他解说星系，还赠予他一块手表。幸子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试图接近的这个宅男并不是真二，而是他的哥哥西一。他不禁想知道西一究竟经历了什么，如今为何变得如此颓废，甚至谩骂杜夫人。幸子在推测西一的过往，西一也在怀疑他的真实身份。他在网络上搜索了渣子的化名，却搜索不到名为静香的家政人员。次日他便主动开门，并紧握住了幸子的衣角。香子还浑然不觉自己身份已泄，误以为正渐渐打开西一的内心。不料当他再踏入杜夫人的家，却被杜夫人直接辞退。杜夫人早已禁止上楼，幸子犯了禁，自然被解雇。他想不到昨日西一拉住他，仅为摘下纽扣，留在楼上让杜夫人目睹。女孩成了继母的帮手，只为揭开当年家中火灾的真相。火后幸子的父亲便与母亲离异，从此香子由富家女沦为失意少女，跟随母亲学习洗衣与烹饪。而母亲的密友杜夫人却便做了父亲的新配偶。香子不信杜夫人与火灾无关，但她刚到杜夫人家不久，就被大儿子西一设计丢了工作。所幸杜夫人的小儿子对香子的妹妹柚子颇有好感，他邀柚子外出时，柚子便借机打探消息。柚子将从真二处得知的信息告诉了香子。杜夫人常将垃圾丢入他人储物柜，每次被捉，她总是死不承认。遇到熟人时，她则显得尤为窘迫。香子及时现身，帮杜夫人摆脱困境，趁机向杜夫人展示忠诚。他承诺不再上楼打扫，请求杜夫人重新录用。为显自己价值，他还为杜夫人提出新设计，建议杜夫人不再假装，兼顾工作与家庭，而应坦诚面对，这样更易赢得他人关注。他的策略让渡，夫人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，杜夫人因此甚感满意，不仅重新聘请他为家政人员，还允许他上2楼打扫。幸子实现了一半的目标，接下来他要潜入的则是杜夫人的私事。他决定窥探杜夫人的衣橱，只有这样才能揭示他家的火灾是否与杜夫人相关。然而就在他伸手之际，杜夫人的长子西一突然进入，香子受伤的手触动了西一的内疚，
那天起，西医不再抗拒香子的接近，甚至开始主动为杏子分担事务。杏子成功将西医引开，这才有机会审视杜夫人的衣橱。监控录像曾捕捉到，有人身着毛衣从他家逃出，那是杏子母亲的毛衣。但杏子清楚，那天母亲并未穿那件。杜夫人一向偷窃他母亲的物品，很可能那夜正是他盗穿母亲的衣物，并在他家蓄意纵火。果不其然，是杜夫人。那件毛衣就在他衣橱里，证明火灾之夜离开的正是他。杜夫人不择手段地接近杏子的母亲，以便烧毁他家，迫使父母离异，从而取代母亲成为父亲的新伴侣。揭露真相的杏子满腔怒火，他绝不轻易放过杜夫人，因此他必须得到当晚的监控录像。那时他将录像隐藏在父亲医院的病理室，以免被父亲发现。但 SD 卡现在在医院中，香子与父亲断绝联系已10多年，想要进入医院绝非易事。好在父亲的医院正对杜夫人家，这给了杏子接近的机会。他看到医院工作人员刷卡进后门，便开始觊觎后门。但在寻找员工卡的过程中，西医一直怀疑香子的真实身份，即使他在他家用了假名，他依旧感到事有蹊跷。他们10多年前的关系很密切，因此无论杏子如何改变，他总能一眼辨认出她。永野芽郁实在是豪门女主的完美人选，五官精细而气质高雅，即使是庸人装扮也掩盖不了她的高贵气质。在新剧里，她扮演了一位堕落的富贵女杏子，为了探明家中火灾的真相，她甘愿承受屈辱，为继母杜夫人当保姆。遗憾的是，就在她找到线索时，杜夫人的长子西医识破了她的真实身份。为了避免波及无辜的柚子，香子匆忙搬离了家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西医并未向杜夫人揭露她。西医与杜夫人的关系异常糟糕，她饱受社交恐惧症的折磨，未完成大学学业便中途退学。她现在整日闭门不出，若没有杏子，她甚至不愿踏出卧室。那一天，杏子进入杜夫人的房间，却被她设置的监控设备清晰录下。香子不敢造次，唯有顺从她的指令行事。西医创建了自己的网站，并聘请了众多撰稿人，他们专攻一些工人群体，挖掘或捏造黑料以吸引流量。他每月可轻松赚取超过100万，一旦尝到甜头，他就再也不愿放手。对香子在家中的所作所为不闻不问，只希望香子能为他效力，助他撰写文章。香子不解，童年时代认识的那个哥哥怎会变得如此？昔日的西医阳光灿烂，充满活力，而今却日夜深陷黑暗，挖掘或捏造他人生活中的阴影。杏子试图说服他，但他却突然捂住了香子的嘴。杏子想要逃离这一切，却巧遇西医的弟弟真二。他曾与真二同窗为学，但因为他使用了假名，真二并未认出他。香子逃离那里后，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。而就在此时，妹妹柚子走到了他身边。柚子带来了一个喜讯，他们的母亲已开始逐渐恢复记忆。依靠杏子从杜夫人那里偷来的物品，母亲想起了她的2个女儿香子和柚子。火灾过后，她遭受重创，导致失忆。杏子之所以为杜夫人工作，全是为了母亲的康复。杜夫人所用之物，许多出自杏子母亲之手。借助这些物件，母亲回忆起了许多往事。遗憾的是，关于火灾的真相仍然模糊。母亲的改善给了香子希望的曙光，她决定不再单独奋斗。柚子已经在大学深造，完全有能力与杏子并肩作战。杏子只是他前往父亲的医院悄悄取回家中往昔的监控 SD 卡，该 SD 卡被杏子巧妙藏于柚子的病历中。他安排柚子前往医院的任务，然而出乎意料，柚子竟向真二寻求帮助。真二对柚子情有独钟，并且已经洞悉了柚子的真实身份。他曾提议柚子陪伴他探望父亲，柚子抓住这个机会，计划偷取 SD 卡。自父母分道扬镳后，父亲便不再过问姐妹俩的生活。杏子心中对父亲有所怨恨，而柚子对此事看得并不那么重。他发现父亲对他的关怀依旧如故，这让他心境大开。尽管如此，他并未忘记此行的目的。寒暄几句后，便找理由匆匆离开了办公室。柚子小心翼翼地避开医护人员的视线，终于成功地将 SD 卡取出。他们审视了 SD 卡上的录像，发现火灾那晚离开他们家的人所穿，正是杜夫人从他们母亲那里窃取的那件毛衣。凭着这份关键的证据，只需对比杜夫人衣柜中的毛衣，就足以证实杜夫人是真正的纵火罪犯。次日，杏子如常前往杜夫人家中工作，未曾想到西医的房间竟是一片混乱。原来西医前日在网站上公开了杜夫人的丑闻，杜夫人发觉了这一切，她送上西医最厌恶的鳗鱼饭，这才引发了她的怒火。西医透露给杏子，杜夫人已经察觉到她的网站活动，可能是通过她的银行交易被发现，但她并未直接揭露，而是选择这种方式示警。西医对杜夫人的操控深感厌恶，却无法对杜夫人采取报复，只得将怒气发泄在杏子这个无辜者身上。杏子见他神情狂乱，只好坦白杜夫人的纵火行为。西医对此也曾有所怀疑，但他缺乏确凿证据，也未像杏子那般大胆采取行动。因为他对某些事情的了解超出杏子所知，他却始终在逃避，不敢正视现实。杏子化名隐姓，成为继母的佣人，并策略性地争取西医为他效力。杏子决意与西医共同揭开家中火灾的真相，他们必须查明杜夫人是否与此事有关。西医声称掌握了某些线索，
于是他陪同他准备外出。然而他们刚走出门，西一因为社交恐惧症又跑回了家。西一与他的弟弟真二形成鲜明对比。西一宅在家中不愿外出，而真二在校园中颇有名气，尽管有众多女生的追捧，但他的心中只有学业。因为不想向杏子的父亲伸手要学费，他努力学习，志在必得奖学金。真二极度自尊，他从小就被灌输要争第一的观念，这让他不敢有片刻的懈怠。真二看不惯西一的自我放纵，明明西一是哥哥，却无所作为，只需待在家中，杜夫人便会无微不至地照顾他。然而无论真二多么努力，总被责怪未尽全力。西一明白真二的愤怒，却无法找到改变的方法。现在唯一能帮助他的只有渣子。香子之所以这么做，仅是为了查明纵火之谜。他怀疑放火者是杜夫人，毕竟杜夫人曾刻意接近杏子的母亲，得知杏子母亲是医院院长夫人后，便拉拢友谊。他还有一段时间热衷于写博客，但自火灾后，他的博客便不再更新。香子和妹妹柚子发现他们的母亲过去也写过博客，但他们的母亲因失忆，对博客一事毫无记忆。香子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西一身上。他拉开帘子，让阳光洒满西一的房间，并督促西一清扫整理屋子。他不知道此时此刻，柚子也在关注他的努力。他悄然拜访了他们的父亲，试图了解母亲过往的事。火灾仅是离婚的催化剂，他们父母的婚姻问题可能早有端倪。香子尽管不了解全部，仍鼓励西一振作。曾经她也是个受人羡慕的富家女，但父母一离婚，她便沦为穷人家的孩子。父亲的冷漠以及同学的嘲笑让她倍感压力。杏子是靠一种无动于衷的态度成长的，她明白唯一能改变她命运的只有她自己。杏子的坦诚使西一敞开了心扉。真二在外头偷听，耳边响起了香子的声音。他震惊于这位保姆竟能指使他的哥哥，同时杏子的真实身份也引起了他的疑虑。渣子用的是化名，但他对西一说的话曾对真二说过。真二开始怀疑他或许就是杏子。他要求杜夫人展示杏子的简历，简历增加了他心中的疑团。次日，真二偷偷跟踪渣子，想确认他是否是那位老同学。那位同学的父亲被杜夫人夺去，改变了他的人生。如果渣子是继父的亲生女儿，他隐瞒真名到访必有所图。真二以为自己想的太多了，不知这是香子和朋友精心编排的戏码。他跟踪杏子时，西一已发信息给他，香子便去了他假名下的朋友家，避开了真二。真二返回，将所见告诉杜夫人，但杜夫人的怀疑并未消除。杜夫人在真二外出时召见了医院的知情者，并听取了他所知道的一切。杏子不知自己已被注意，他带西一出门，希望他适应外界。西一声称知道找到纵火证据的地点，但在寻找证据途中遇到了西一过去的同学，同学热情打招呼，西一却满心愤怒。自从杜夫人成为杏子父亲妻子，西一遭人排斥，他感到背叛，一直不明白原因。那时的断交对一个青少年来说是羞辱，这也是他日后不受欢迎的原因。了解真相后，西一对杜夫人的恨意加深。他总是喜欢掌控一切，操纵他人命运，但他没料到，即便再精明也有失误之时。西一回忆杜夫人初见杏子家豪华，无法忍受自身贫穷，于是他的心事便记录在日记里。这些日记可能对香子有所裨益。在另一方面，柚子也找到了他的父亲，向他透露纵火犯可能是继母的情况，希望他能回家检查继母的衣橱。如果那件纵火犯所穿的毛衣在继母那里，就能证明他们家的火灾并非他母亲所为。柚子无比激动，但他从未预料到，继母早已得知了他与父亲的秘密会面。他刚坐下，父亲便不敢再发一言。继母坐镇，难道事情就能这样轻易查明吗？继母伪善地与女孩交谈，脚踩高跟鞋却不忘重重踏在女孩的脚上。父亲就在一旁，柚子却没有反抗的勇气。他母亲当年的失误引发了家中火灾，导致他的父母离异。他姐姐香子曾差点揭露，真正的纵火者是继母杜夫人，但继母手段高明，设法摆脱了嫌疑。继母反指柚子和杏子仅是为了钱而来，他警告柚子别再破坏他的家庭，似乎忘记了当年他是如何从密友手中夺走现在的丈夫。柚子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幸好姐姐杏子已经获得了关键证据。继母的儿子西一将家中的电脑交给了他，里面存有继母早年的日记。由于时间久远，日记内容繁杂，杏子无法逐一查证，因此他请求了朋友帮忙，让朋友筛选日记内容。继母对此毫无察觉，仍旧对香子的父亲施以恩威。初时她凭借嫁给香子父亲获得了名声，但她并未选择成为全职主妇，而是利用名声塑造了自己的红人形象。她现在的年收入远超丈夫开设医院的收入，甚至新医院的首付也是她支付的。她安排人监视丈夫，因此知晓了柚子与她的会面，及时取走了那件针织开衫，并将其烧毁。无人得知她的所作所为。柚子心中满是对渣子的歉疚，杏子辛苦搜集的证据，却因他一时的冲动向父亲透露。如今他们面临着如此困境，杏子则安抚他，承诺将寻找新的解决之道。他下定决心要去找父亲对质。柚子不敢出口的话，杏子敢说。父亲无法直接回应他的质疑，他考虑联系杜夫人求助，但杏子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。
他认为父亲懦弱又愚昧，任何女人都能轻易地诱惑他。他没想到父母的关系早已破裂，母亲经常离家出走去见网友，这让父亲极为不满，甚至有一次他因此打了他一巴掌。而正是在那之后，家中发生了火灾。杜夫人向父亲透露，杏子的母亲一直对他们家怀有不满，因此他认为母亲纵火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尤其是父亲在监控录像中看到纵火者穿着母亲的毛衣，这成为了他决定离婚的主因。他不能让个人名誉受损，这对他和家族都有损害。杜夫人尽管不富有，但她擅长为自己制造声势，这是父亲娶她的原因之一。只是他没料到杜夫人会如此强势，竟全面掌控了他的生活。但多年来他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，他希望杏子不要再来干扰他的生活。杏子如此气愤，差点掴父亲一巴掌，但他挥起的手却被人紧紧抓住。这名护士是杜夫人的密探，而他还有另一层身份，他是杏子母亲的好友。杏子母亲对他有恩，因此他暗中留在杜夫人身边，提供假情报，以帮助杏子能留在家中。这名护士找到了父亲办公室里的窃听器，这些都是杜夫人安装的。杏子的父亲难以置信，杜夫人竟然做到了这一步。但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，护士透露渣子的母亲绝非纵火犯，因为在火灾发生前，杏子的母亲一直在为杏子的父亲付出努力。他参加那些线下见面会，是为了给香子的父亲造势。杏子的母亲当日其实与他同在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怎可能是纵火的凶手？不解之处在于，为何杏子的母亲要为此事承担全部罪责？连护理人员都对此感到困惑不解。他告诫香子需保持冷静，决定是时候与父亲坦白一切，但不能再去直接与杜夫人对峙，唯有暗中观察，才能发现更多线索。护士的掩护下，杏子隐瞒了真实身份，这让他更容易获得杜夫人的信任。不久，他变成了杜夫人的得力助手，身兼照料日常与处理工作事务。杏子全力以赴，柚子也在四处寻求帮助。他希望找到曾与母亲有过接触的人，以了解母亲的过往。柚子知道杜夫人的次子真二对他有意，但在妈妈的事未了之前，他决定不再与他有任何往来。调查一段时间后，柚子发现唯一可能知情的人是个名叫木上元的人物。如果能找到他，或许能了解到母亲更多的信息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柚子偶遇真二，见他与追求者同行，便急忙撤离现场。但真二见状，立即追了上来。真二不明白柚子为何突然疏远他，他有许多话想要倾诉给柚子听。不知柚子和香子的朋友此时已经发现了杜夫人日记中最关键的篇章，那是杜夫人曾经写下的心事，记录了他对杏子母亲的嫉妒。每当看到杜夫人的笑容，杏子就会回想起家中失火时她的表情。幸运的是，随着岁月的变迁，杜夫人未能认出她。柚子也在探究那场火灾背后的真相。杜夫人的次子真二对她情有独钟，他明白柚子接近他只为查清事实，但他不在乎成为他调查的工具。他坦白自己曾在学校不受欢迎，因为与杏子是同班同学，他们的母亲便常邀请他到家中做客。柚子的母亲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，遗憾的是，她的善良并未获得善报。离婚后，她还不幸地患上了失忆。想到这些，柚子就感到无比悲伤。真二情不自禁地拥抱了她，但柚子感到她衣服里有个坚硬的物体，她立即意识到那可能是杜夫人放置的监听设备。她急忙将真二推开，她不确定真二是否与她的母亲站在同一阵线。她草草地对真二说了几句话，然后匆匆离开。真二满心郁闷地回到了家，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衣服里藏着监听器。杜夫人的控制欲实在太强了，但她并不能总是如愿以偿。她一心想要攀上更高的社会阶层，很多女人也有这样的野心。那位追求真二的校花，实则是利用男性获取财富的女性。她与不同的富有男士交往，追求真二仅仅是因为他家的财富，害怕柚子抢走真二。第二天，他就主动上门给他做饭，但他刚做完，真二就睡着了。他今天生病了，恰好给了他在他家四处探索的机会。这些都是财富所化的食物。校花想象着自己未来能够住进这里，感到无比欣慰。但有杜夫人在场，她如何可能轻易得逞？但校花也是个机灵鬼，当杜夫人识破她的真面目时，她索性直截了当地与之对话。她承认自己是个见钱眼开的人，但杜夫人不也是如此吗？校花迫使杜夫人说出了一些难听的话，她录下了这些对话，并上传到了网络。杜夫人精心维护的形象就这样被撕裂了。杜夫人无法平息这场舆论风波，只能求助于香子来收拾残局。作为她的私人助理的杏子，为了避免引起杜夫人的怀疑，只好深入挖掘校花的个人生活，并用此作为威胁，要求校花删除帖子。校花气得将咖啡泼向杏子。得知这一事件的杜夫人的长子西一，立即为佛子准备了一顿美味的餐食。杏子帮他从卧室中走了出来，他现在的社交恐惧症已经好多了，这都要归功于杏子。他与杏子结为盟友，在合作的日子里，两人逐渐萌生情愫，却总有杜夫人横亘其间，彼此的秘密未曾透露。杜夫人在校花事件后声名大噪，然而一则帖子令她声誉扫地。这帖子出自一个名叫木上元的人，他是火灾前最后见到香子母亲的粉丝。那时香子的母亲常举办见面会，而无人知晓，
杜夫人曾伪装成杏子之母亲参加，偷窃了香子母亲的钻石饰品，并出售以伪装自己为富婆。她假扮成香子的母亲，享受着人们的羡慕和崇拜，这让她越发自负，频繁盗窃变成了习惯。她伪装成杏子母亲与穆尚元见面，但穆尚元从言谈中怀疑了她的真实身份。于是，当杜夫人成名后，穆尚元在网上揭露她的往事，这些帖子点击率极高，杜夫人恐慌不已。她看见帖子下有人说柚子在找穆尚元，开始寻找与穆尚元有往来的人，怀疑是柚子在背后指使。杜夫人愤怒地闯入柚子家，强行带她回家对质。柚子的父亲也在家中，却未为柚子辩护。即便柚子揭露了杜夫人盗窃的事实，父亲仍旧无动于衷。穆尚元的帖子突然消失，杜夫人沾沾自喜，认为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他以为帖子一旦消失，就无人能揭露他的过去，但他未曾想到有句老话叫做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香子当众揭露了杜夫人的真面目。杜夫人起初认为香子是在胡言乱语，不可思议地看着香子在众人面前揭露这些事，但很快他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。因为香子既然声称穆尚元对盗窃一事浑然不知，既然穆尚元不知情，那帖子的来历成了疑团。原来是杏子和西医借用穆尚元的名义发帖，而后购买账号增加帖子的点击量。为了营造帖子的火爆假象，杜夫人一旦看到必定陷入混乱。她自乱阵脚的瞬间，正是香子出手的最佳时机。拿出从穆尚元处获得的照片，照片中杜夫人与穆尚元同框，她身着的正是嫌疑犯的那件针织衫。如此确凿的证据让杜夫人无法再辩驳，难以置信渣子竟背叛了他。询问杏子为何这么做，香子只是含笑轻回。她最信任的助理原来是她的养女，养女潜伏身边，仅为揭开家族火灾的真相。杏子递出了证据，使杜夫人陷入了无言以对的境地。杏子还录下了与证人穆尚元的对话。穆尚元因怀疑杜夫人儿在见面会后跟踪，发现他曾前往香子家所在区域。那一天正是香子家发生火灾的日子。如果杜夫人不是纵火者，为何要在杏子家附近停车？香子的父亲忍无可忍，直言杏子对咖喱的偏好仅限于家中独家配方。杜夫人的解释显得站不住脚，杏子步步紧逼，要求他当晚告知真相。杜夫人一巴掌打来，但杏子并未退缩，他追问，要求杜夫人给出解释。杜夫人形象尽失，目睹自己的大儿子西医在楼上注视着这一切，他最终承认是自己纵火，获得了期望中的答案。香子愤怒至极，巴不得扇他一个耳光，但他并未如此，只要求杜夫人向他母亲道歉。若非杜夫人将纵火之罪嫁祸于他母亲，他母亲也不会因此遭离婚和失忆。幸运的是，真相最终大白于天下，杜夫人的伪善面目被众人识破。香子的父亲也不愿再与他为伍，他一直都是自私的。察觉到杜夫人名声即将扫地，他急切地与他划清界限。香子的父亲冷酷无情，在火灾之后就抛弃了杏子的母亲，自然可以选择放弃无用的杜夫人，但他并非像杏子母亲那样仁慈，即便失势也要拉人垫背。次日，他并未如约向香子母亲道歉，反而召开了新闻发布会。他宣称无论未来如何，都将与杏子父亲相守至死。杏子父亲愤怒质问他的举动，但他的一番花招轻易俘获了他的心。很快，他便与他共同面对媒体。他赞扬杜夫人是位出色的妻子，无论家务外务都处理得当，他为拥有他这样的妻子而自豪。杏子和柚子远远目睹这一切，对这位父亲再次深感失望。他们不愿再做无谓的挣扎。没想到就在当晚，杜夫人账号爆出许多私密照片，照片中的她家中懒散的真实样子，明明家务是由保姆完成，对外却声称全是她的功劳。网友们见状立刻发起了攻击。杜夫人怒火中烧，怀疑是看护入侵了她的账号，但看护对此一无所知。杜夫人想到了佛子的母亲，唯有她知晓她的密码。曾经她们关系亲如姐妹，杏子母亲再见她仍旧热络，但这仅是表面的假象。尽管未曾记起火灾之事，香子母亲却记得她的2个女儿和杜夫人的关系。她知晓杜夫人夺去了她的丈夫，装作一段时间后便不再掩饰。果然是香子母亲发布了那些照片。那晚杏子告诉她杜夫人承认了纵火，想要道歉。杏子母亲期待已久，却看到杜夫人与香子父亲亲密的样子，她无法吞下这口气，于是登录杜夫人账号并发布了那些照片。杜夫人破坏了她的婚姻和家庭，她也要摧毁杜夫人精心打造的形象。杜夫人过去多么辉煌，如今就有多落魄。无论何处，总有记者在等她。众人斥她为骗子，记者更是堵在她家门前不愿离去。杜夫人深陷网络暴力的漩涡，她导致香子父亲无法正常工作。这位自私的男性立刻命令他带着孩子们离开他的家门。杏子的父亲尝到了苦果，西医不愿卷入这场纷争，毕竟他从一开始就支持佛子。杜夫人的所作所为现在全都曝光了，他的目标一而达成。杜夫人怎么辩解，西医都决心离家。他从窗户跳出，在记者们面前匆忙逃离。香子得知后立刻去找西医，这段时间里西医对他有很多帮助，现在是他回报他的时候了。他将西医带回自己家，2人开始同居生活。在此同时，杜夫人被警方逮捕，由于香子父亲指控他纵火，
所以当年的案件需要重新调查。真二把这件事告诉了西一，但西一没什么反应。他约杏子出去约会，两人去了山上。他说他想和杏子一起逃跑。否子不理解他的意图，也不知道此时此刻杜夫人正在接受警方审讯。原本以为杜夫人是纵火犯，没想到真正的纵火犯竟是杜夫人的长子西一。香子毫不知情，仍与西一前往山上。西一说要带他逃走，却最终只是带他到山顶观星。杏子不知道这一夜之后，他追寻的真相将揭露无疑。第二天，杏子得知消息，西一向警局自首了。他承认自己纵火焚烧了香子的家。杏子无法相信这一事实，于是找到杜夫人追问真相。杜夫人间接承认是西一放的火，但柚子清晰记得那年杜夫人曾翻过他母亲的衣橱，而且那件纵火时穿的开衫也在杜夫人那里。面对他的质疑，杜夫人解释了当年的经过。他做完最后一次扮演杏子母亲后感到后悔。结束粉丝见面会之后，他归还了从香子母亲处盗取的所有物品。在他返还之时，发热的柚子目睹了一切。杜夫人匆忙间将开衫带回家中，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。他甚至考虑自首的念头。然而就在那晚，香子家发生了火灾。杜夫人的笑并非因为得益于计谋，而是因为他的罪行随火一同湮灭。他以为自己偷窃的行径永不为人知，谁料西一返家竟提及了火灾。杜夫人泣不成声，她想再抽一支烟，却不小心烫伤了手。火机被他抛出，桌上的物品立刻着火。往昔的场景在此刻重现。杏子不顾一切扑向火源，而真二呆立一旁，似乎陷入沉思。许久之后，他突然脱下外衣加入救火。他疯狂地大声呼喊，手中拼命扑打火星。他扑灭了火焰，但自己也受了伤。柚子试图为他急救，然而他紧握柚子手臂，道出歉意。原来那天真二在家中发现了杏子母亲的衣物，拿起衣物准备归还，却被厨房的香气吸引，不禁打开了炉子。他常来此处做客，对这里熟悉非常，但当毛巾触及火源，他仍惊慌失措。他试图以水灭火，但火势却愈演愈烈。当时他尚未满14岁，对处境一筹莫展，因而他选择了逃离。离开时，他披上了那件开衫，由此让杏子母亲背上了罪名。这些年，他一直未敢吐露真相，导致杏子母亲饱受失忆之苦。西一也被杜夫人当做了纵火的罪人。真二跪地向众人深表忏悔，但杏子并未原谅他，只是命他向他母亲赔罪。香子母亲一眼认出了他，得悉是他纵火一事，他并未怒火中烧，也无狂怒之态。尽管火灾的记忆模糊不清，但他依稀记得真二在灾后曾来访。他不愿心怀怨恨，或许因真二年幼，他选择了独自背负责任。幸运的是，经过多年，真二终于勇于认错，他主动走进警局，承担了责任。于是西一得以重获自由。杜夫人深感内疚，想对西一做出补偿，但西一已经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，他与香子携手共建未来。由于真二当时未成年，他未遭受重罚。释放后，他前往香子父亲的医院，医院因近期的事件而面临倒闭危机。真二决心留在医院工作，以此赎罪。